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好久不见。先给姐妹们道个歉，最近更新频率确实有点低，因为最近工作上比较忙，很多同事趁着暑假带着小孩去度假了，有些工作就需要我来帮忙对接。偏偏最近又有好几个大项目要收尾，所以这几周就是处于一个脚不沾地的状态，顾得上一头，另一头就顾不上。不过好在前几天一个项目已经完成了，我也有时间回来录视频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长途飞行的保命好物，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陆续开学，或者已经在计划11假期去哪玩了，所以就想把我这个资深老刘子自用多年的宝贝都拿出来，希望姐妹们都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长途飞机上难熬的10几个小时，气血充足地到达目的地。首先建议大家穿咱们衣柜里最舒服、最没有负担，最好是穿了就跟没穿一样的衣服坐飞机。我个人的赶飞机经典组合是宽松帽衫加 leggings 加好穿脱的运动鞋，主打一个无拘无束，想睡就睡。很多姐妹可能一想到放松的衣服，就会想到阔腿裤。以我个人的经验是不推荐，因为阔腿裤上厕所，裤脚很容易拖到地上，飞机上的厕所空间很狭小，又很容易颠簸。我们一般都需要腾出一只手抓住扶手，剩下的一只手要提阔腿裤的裤脚。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我们擦屁屁怎么办？穿 leggings 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。如果不习惯穿 leggings， 脚腕处有松紧的束脚降落伞裤，也是一个很舒服的选择。长途旅行一定要带的还有睡10几个小时都不会让脖子酸的旅行枕。我最近在用的这个枕头，它里面是像骨节一样灵活的结构，可以随意扭成我们喜欢的形状，而且它足够硬挺。我在飞机上喜欢侧靠着睡，这个枕头可以扭成这样，就可以支撑住头的重量，减轻我们脖子和肩膀的压力。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形态，像大象耳朵一样，比较适合天气热或者我们化了妆的情况。脖子这边是开放的状态，就不容易蹭到我们的底妆。这个枕头的枕套有2面，一面是凉感面料，一面是绒面，大家可以根据天气随意切换。而且这个枕套是可以拆洗的，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，头上脸上的油沾到枕头上也没关系，回家把它拆下来扔洗衣机里就行，超级方便。这个枕头也可以作为一个腰靠，或者带去酒店作为脖子底下额外的支撑。因为欧洲酒店提供的枕头普遍还是偏软，像我这种睡惯了人体工学枕的人，就很需要脖子底下再垫点什么。这种一物多用的旅行枕就很适合我们外出旅行。接下来在飞机上休息必不可少的眼罩和耳塞。眼罩首选黑色，遮光能力最强。如果对光线很敏感的话，可以买全方位如死角包裹的全包围遮光眼罩。我每次坐飞机还会再戴一片蒸汽眼罩，蒸汽加遮光双除狂喜，基本上可以做到秒睡。耳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用的是这一款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戴上就跟聋了一样。现在他家还有迷你款和软胶款，可以根据我们耳朵的大小随意调节形状。耳朵眼儿比较小的姐妹也不用担心一觉起来耳朵痛。个子比较高，总觉得在飞机上坐着不得劲儿的朋友，可以试试充气脚垫或者悬挂式歇脚垫，把我们的小腿垫高，会帮助下肢的血液循环。飞10几个小时下来，我们的小腿就不会那么肿。不过也要提醒一下，有些航空公司出于安全考虑，是禁止携带充气脚垫的。我们出发前还是要提前查一下，再决定要不要带。悬挂式的歇脚垫，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是可以带的。如果你耳塞、眼罩、旅行枕、脚垫都用了，还是睡不着怎么办？请出我的压箱底大招——褪黑素。我的习惯是每次上飞机坐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颗褪黑素，它起效大概需要20分钟。这期间我们先去上个厕所，把枕头的位置调整好，眼罩、耳塞都戴好，认真听安全须知，收起小桌板。一套流程下来，褪黑素也开始起效了。再一睁眼，已经是10小时以后了。当然也要多说一句，褪黑素只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辅助，偶尔吃一下，帮助我们在飞机上睡个好觉，倒个时差。如果我们平常一直失眠，想通过每天吃褪黑素来助眠，是绝对不推荐的。如果你之前吃过褪黑素，睡得很浅或者睡醒很累，那我也不建议你吃，毕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。
前面分享的几个都是飞机上的助眠好物。如果有朋友说，哎，我就是不想睡，我就是想在飞机上看电影打游戏，当然没问题，我也有一个好东西分享给你。很多国外的航班还是在用这种很古早的耳机插孔，我们如果想看飞机上的电影，就只能用航空公司发的很难用的耳机，有些联航甚至还要花钱买耳机。有了这个蓝牙适配器，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耳机来看电影，音质和降噪水平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，而且我们自己的耳机戴起来肯定也比飞机上的耳机更舒服。OK，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视频发出的这周，我又要去一次多洛米蒂，然后没多久要飞巴厘岛参加婚礼，接着回国待几周。我现在整个人好兴奋，已经在备忘录里列了好几页回国想吃的菜。回国期间我会尽量找时间剪视频，保持更新。如果更新的不及时，也请大家多多谅解，因为我一年就回去一次，有很多朋友想见，有好多八卦要互通有无。再次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